歡迎來到我們今天交易閒聊。今天呢，盤勢台股還好，美股震盪，那很多都下跌了。這個盤勢是過去2個月以來沒有出現的感覺，沒有。過去2個月以來，我們的盤勢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幾乎沒有一檔股票有回檔。我們無論是你買的股票，無論是我會員頻道提的股票，這2個月都沒有回檔，所以你會覺得非常的奇怪。那我覺得這1個禮拜的盤勢才叫做正常哦。那所以今天交易閒聊，我覺得蠻好的，我們就聊聊正常的盤勢我是怎麼操作的。其實這時候我就會想買了，不用買很多，想買就夠了哦。最近不管量子電腦、無人機、核能，全部在短時間下跌，30到40不等，我可以安心買進嗎？這邊有2個關鍵字叫真的，大家覺得它可以安心買進嗎？覺得可以的，幫我按7；覺得不確定、不知道怎麼辦的，幫我按0。無人機 AVAV 有下跌，有跌了16%，然後剛剛有這個量子電腦嘛，我們就看 IONQ 也跌很多哦，從高檔突然這樣一瞬間回撤嘛。就是說，我們今天交易閒聊到底在看什麼？就是要破除你對盤勢的預測心，你對盤勢有掌控欲啊。這個下跌是真的，這個下跌是假的，不知道欸。那所以剛剛人家問了，我可以安心嗎？可以，前提是第一個你有設停損，第二個你有分批，第三個你買進的是不是未來產業，第四個你知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從停損設好之後會進入加碼期。我一直說沒有辦法叫大家去買這種飆升的股票，那現在回檔了你還不買，那就不好玩了，對不對？這個很讚啊，這個很讚。我一直說這樣衝上去我不知道怎麼辦，而且這個市場其實非常神奇哦，你一直不用擔心噴太快這件事情，因為美股總是會有回檔，這是 ONDS， 我相信大家也很有感啊。9塊的時候，我真的也不知道怎麼辦的。你可以買5%，但是你不能買全部。那現在呢？回檔到這裡40%，我覺得很好啊。停損設好就好了，一定要設停損。我順便要提醒一下哦，它就算從11塊回檔到現在6塊，它還是高檔，可以接受嗎？它仍然是創了3年來的最高峰，仍然是創了。OK。所以如果你還沒有買，還沒有動作，沒有關係，邊買邊怕，然後買一點就好，很讚。我覺得這個就是我覺得我們要承受的。進廚房一定不能怕燙，好嗎？破壞性大殺源自於我的這個一個核心理念，就是說這個大盤呢很難輕易轉空頭，真的很難。從通貨膨脹的理論，通膨、物價。數字永遠會變大哦，因為政府在印鈔票。政府有沒有可能不印鈔票？不可能，每一個國家都要印鈔票。今天這台電腦，假設桌上的錢有3000塊，這台電腦最多就只能賣3000塊。但是，一旦印鈔票了，一旦一直印鈔票了，桌上的錢 total 變成1萬塊的時候，這台電腦最貴可以喊到多少錢？1萬塊。只要印鈔票，數字就只能變大，不會變小。所以你要做空。我覺得不要。很多人知道我入門級訓的訣竅是看到破壞性大殺之後才有可能轉空。可是我們今天我換個角度跟你閒聊，你可不可以假設破壞性大殺不會出現？你可以不要學這個，你就看到很瘋狂的大殺就試着進場。你不一定要知道理論是什麼，不用知道，你又不做期貨，只要有就可以重壓。而重壓的定義是什麼？一樣是靠的是分批，什麼時候可以重壓？有利潤的時候可以重壓，沒有利潤的時候不能重壓。所以這邊重壓要看獲利，而不是大盤位置。縱觀現在的股票哦，我覺得現在會出現一些估值過高的獲利回檔。NVIDIA 還好 ，OK， 非常穩啊，又回到179了。它就是這樣子嘛，不上不下，它就是一個穩定型的人嘛。哦，那這個Google 有稍微漲一點 ，Alphabet 它也是這樣，很穩定哦，也沒有什麼上下。它這種巨獸呢，
其實也漲了50%了。所以現在的問題是，你有2種股票可以選，一種是這種很穩的，一種是震盪很大的。我知道你想選什麼，你想選震盪很大的，那現在回檔就可以開始買了。OK， 建凱說破壞性大殺比較像是程式交易跟市場太順利的槓桿操作的時候出現上週五的突發事件，那個還不到破壞性大殺，那個的強度乘以3倍以上，我覺得就是破壞性大殺。沒有2倍我就不看，那個強度我很期待啊，但沒發生啊。